5月初，怎么了，夫君？我与双娥从小情为重啊，昨日她见了我，哭的眼睛都肿了。她说她是一定要嫁给我的。夫君，可是我听闻冷小姐早已和汝南侯府的世子定亲，她又如何非你不嫁呢？1个月前，双娥落水，差点丢了命。她说危急之时，满心满脑都是我，因此她才要背弃与汝南侯府的婚约，改而嫁我。冷小姐是丞相千金，她难道甘愿为妾吗？自然不能啊！你是商户之女，她是丞相千金，论出身地位，你居她之下，所以她进门后，她为妻，你为妾。贬妻为妾，世间少有啊！没想到自己倒是遇见了。月燕，你放心好了，就算做妾，你也是贵妾。整个安定伯府，你只居她之下。夫君，1年前你突发怪病，不仅是身上长满了痤疮，更是昏迷不醒。是大师算出你需冲洗，我这才加入伯府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你的怪病才好呀。那时的冷双娥为何不嫁你？夫君可有想过？当时双娥也有难言之隐。总之，我与她真心相爱。若非突发怪病，我早就将她迎娶进门了。月燕，这1年你如何待我，我都看在眼里，看得出来你心中也是有我的。既然如此，就更应该成全我与双娥才对啊。1年前江媛媛嫁入伯府，宋慕怀连拜堂都是找人替代完成的。夫君，若我不成全呢？月燕，莫要任性嘛。双娥答应过我，日后她进门了，绝不为难你。且虽她为主母，你为妾，可你不用每日向她请安呐。夫君，你可想过，若是冷小姐嫁你为妻，那我和你冲洗仪式怕是不灵了。啊，月燕，你这是要挟！若不是她突生怪病，她堂堂小伯爷又怎么可能会娶商贾之女？我说过，日后我都会好好待你，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元燕，做人该懂得知足。什么？慕怀，我并非是要挟你，可毕竟这么大的事情，公爹和婆母还有祖母他们同意吗？他们本就喜欢双娥，一听说双娥仍然一心想要嫁给我，父亲和母亲便急着选日子去了。听到这儿，江媛媛只觉得一片真心喂了狗。罢了，既然一脚踩进坑里，再爬起来便是。我江家虽为商户，却并不愁吃喝，若是要荣华富贵，我也就不嫁你了。江氏，你莫要说这些糊涂话，你本就是商户之女，能攀上我安定伯府的门楣，已是你的福气了。宋慕怀，能娶我才是你的福气，你好好待我，这福气你便能接住。如若不然，你信不信你连命都会没？一派胡言！我与双娥已经商量好了，你再不愿意也是徒劳。什么？你们2个商量好了？你们2个一番言语就要贬妻为妾？我也很好奇，你们执意要在一起，冷丞相同意吗？丞相大人明事理，知道万物顺势而为，而不会像你一样胡搅蛮缠。丞相一职本就应该解决百姓疾苦，他的女儿强抢别人的夫君，他难道就不怕被人唾弃？丞相要管的事儿多了，哪能人人都照顾到啊？更何况高门大户结亲，那结的是两性之好，更是两族之间结契呀。日后朝中有事，便能同气连枝。罢了，说多了你更不会明白。月燕，你就别理会这些事儿了。总之，你只委屈一时，日后我自会给你体面。你的体面就是让我给你做贵妾？很好，你们是将我当做案板上的鱼，想怎么宰就怎么宰了。冷双娥想进门，你便与我和离。和离？他从没想过和江媛燕和离。江媛燕回到流云阁，吩咐自己的大丫鬟依兰取来嫁妆单子。小姐，要嫁妆单子做什么？我准备和离。和离？小姐，为什么呀？宋慕怀要娶丞相千金过门。丞相千金？哎，可是整个京城都知道丞相千金要和汝南侯府世子定亲，她怎么要嫁给姑爷？刘芳，让吴颖去丞相府盯着，看看冷小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是。小姐嫁过来这1年，零零总总补贴了伯府约莫8000两银子，这还不算从咱们江家药铺拿的那些上好药材，还有布庄里的绫罗绸缎。而且去年岁末，老爷出海归来一趟，送了多少宝贝到伯府？小姐付出这么多，姑爷却要贬妻为妾。什么？贬妻为妾？好了，莫要气了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咱们去把嫁妆一应归置好，只等宋慕怀出和离书便是。可和离的女子总归是不好听的，老爷和夫人若是知道了，还不知道多难受呢。这件事情先不能让爹娘知道，你们也不必难过，离开伯府未必是坏事。
自己有医术在身，再加上她的嫁妆，这辈子倒是不用发愁安身立命的事情。只是爹娘那边怕是会有些难过，终归是她这个做女儿的不孝啊。简直是胡闹！堂堂汝南王府的世子你不嫁，偏偏要吵着嫁给那个安定伯府的小伯爷。谁都知道侯府比伯府尊贵，更何况那苏沐怀已经娶妻了。我看你是发癫了你！父亲，女儿自有不嫁他的理由。冷丞相看到女儿这固执的样子，怒火中烧，还想再打。双娥，就算你不愿意嫁侯府，也可以嫁给别的世家公子，你又何苦想不开，非要闹着嫁到安定伯府啊？父亲，母亲，我绝不会嫁去汝南侯府。我……父亲，您不知，没世子5年后便会死，蜀南侯府也会被抄家全族流放。不过宋沐怀他会成为新帝。你住口！一派胡言！陛下总共有2位皇子，新帝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他宋沐怀头上啊！哎呀，父亲，你恐怕不知，陛下还有1位3皇子流落在外呢。整个丞相府，他从来没有向谁透露过这个消息，自己的女儿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双娥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你还知道5年后的事情？母亲，我是重生之人，天选之女，自然要知道的比你们多。若是你们还不信，3日后江中会发洪水，水患的消息马上会传到京中。是，请府医，让他看看双娥是否神志清醒。夫君，也许双娥说的是真的呢。你想想，不过短短几日，双娥怎么会这么大变样？冷丞相沉默。父亲，是否属实3日后便知了。我想您到时候一定不会拦着你的女儿成为这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吧？3日后，训秦奏折递到朝中之时，冷丞相后背惊出一身冷汗。于是乎，冷丞相下朝之后，第一时间便回到家中。父亲，双娥有前世的记忆，这事只会让您过得更好，攀附到权力的巅峰。冷丞相定定地看着自己的女儿。哎呀，双娥呀，为父必为你备好嫁妆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到安定伯府。此刻冷双娥的嘴角浮现一丝得逞的笑。这世上的事情当真是巧啊！听说陛下从前有3位皇子，偏偏3皇子走丢了，大家都以为3皇子死在了外头，谁知道宋沐怀就是这3皇子。可不是嘛，这太子与2皇子斗来斗去，斗个死去活来的，2人一死一伤，结果却让这3皇子捡了漏。哎呀，世事难料啊！冷双娥如遭雷劈啊！他一把冲上去，抓住一个衙役问：“你说什么？宋沐怀当了皇帝？他怎么能当皇帝呢？这么说，江原县他当了皇后？”闭嘴！你是活腻了吧？陛下和皇后娘娘的名讳是你可以叫的吗？来人，给这疯妇掌嘴20！不，你们不能打我！我与陛下青梅竹马，我要见陛下！我要告诉他，明明我才该是皇后。对，我才是。死之前的冷双娥只有一个念头，若是有重生的机会，她一定要将前世的错误拨正，将本就属于她的东西给抢回来。没想到，当真让她重生了。冷双娥说服了父亲，终于不用再嫁到汝南侯府去了。小姐，汝南侯府那边来人了。不见。可是他们是因为小姐悔婚一事过来，大人说让小姐过去一趟。我说不见就不见，告诉汝南侯府的人，今世我嫁猪嫁狗都不会嫁去汝南侯府。见丫鬟一脸为难的样子，不去，看来是我命令不动你了。来人，将这臭丫头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小姐饶命，奴婢现在就去。冷丞相，这便是你教养出来的女儿？抱歉，是老夫教女不当。不过老夫认为强扭的瓜不甜呐，侯府也不必强人所难嘛。丞相，今日过来原本是想着令千金突然悔婚，必定中间是有什么误会，2家将误会解开便是。可你这态度，倒好像我们侯府求着你们嫁一样。就是，我们家林然，她如今是去了战场。她在京中时，多少姑娘家想着法的追求她。若不是你家冷双娥之前缠得紧，变着法的讨我这嫂嫂欢心，我们还不一定同意这门亲事呢。既如此，那就请梅世子另娶吧。
你好你个老匹夫，咱们汝南侯府与你们没完！温氏当场就把侯府送来的108台聘礼给命人抬了回去。冷丞相看着那么多的聘礼被抬走，心中不由有一阵肉疼啊。可随即他想，待女儿做了皇后之后，这些聘礼算不得什么。主子，1个月以前，冷小姐对梅世子是极为热情的，可是落水之后，她便冷了汝阳侯府那一边，在家里吵闹要嫁给小伯爷。奴婢在下人那儿偷听不出什么，便在冷小姐的屋檐之下趴了几日。是前天的夜里，冷小姐突然在梦中惊醒，嘴里说了一句，说是重来一世，绝不要被流放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是，奴婢也很好奇。想必冷小姐是被噩梦惊着了。重来一世，绝不要被流放。也许在冷双娥的梦里，她已经嫁入汝南侯府，却遭到了流放。可京中那么多优秀的男儿，为何非要嫁到安定伯府？难道安定伯府有更大的利益？那冷小姐也太傻了，这梦怎么可以当真呢？不，她不傻。也许真如她所说，她重来了一世。可这世上真有重生。不过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们未知的并不代表不存在。无影，你继续盯着，一有情况立刻回来告知。是，小姐，她现在是你的对头，要是她真的是重生的，那凡事都会先知道，这对咱们来说是大不利啊。这世间的事情祸福相依，她若真是重生，也并非对我们全是坏处。奴婢不懂。你想想，既然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先知，那怎么盯着她不放？凡事不比别人早知道吗？对呀，还是小姐聪明。数日，贾氏和安定伯回来。圆圆，你来了，正好有件喜事要告诉你。江圆圆不动声色避开贾氏的手。这前几日呢，我与你父亲去了云台寺，合了穆怀和双娥的八字。大师说了，两人呢是天作之合，他们若是成亲，将来必会光大咱们安定伯府门楣。那咱们伯府还能变得更好了，是不是能成为侯府？贾氏笑着点头，目光瞥过江圆圆，可江圆圆低着头，叫人瞧不出她的表情。圆圆，你的意思呢？穆怀能醒过来，全是冲喜的功劳。若是他和别人成亲，婆母，难道你就不担心冲喜一事不灵了？嫂子，你说不灵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嫁给穆怀，他才能活下来。若是他另娶，便会没命。哼，江氏，我看你是反了天了，竟然咒我儿子！公公，并非我诅咒夫君，而是事实如此。嫂子，你可真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你说我大哥没了你会没命，用这种话来吓唬我，你呀，还不如多拿些珠宝首饰出来讨娘和我的欢心。我们看在这些珠宝首饰的份儿呢，依旧会像从前一样待你的。三姑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少夫人？平日里少夫人有好的全都给三姑娘送去了，就说您今日这是月影纱做的裙子，也是我们少夫人送你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主子说话，奴才插什么嘴？真是没规矩！张嘴！等等，她虽是丫鬟，但是说的没错。你动她之前，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了还我。嫂子，你让我当众脱衣服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，娘！行了，圆圆，莫要与你三妹置气。话说回来，你当真以为是冲喜的功劳？自然是冲喜的功劳。母亲若是不信，大可以试试。我儿能行，那全是他福大命大。就是，嫂子，你可真有趣，竟然把冲喜当真。我哥他能醒来，全是因为他自个身子争气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一切呀，不过是巧合罢了。行了，圆圆，娘知道你委屈，娘答应你，日后啊，带双娥进门了，就算她是主母，可这管家权还是在你手中，而你是咱们伯府唯一的贵妾，穆怀的后院呢，仍然是你说了算。全院资质平庸，管家一事不适宜，还请婆母收回对牌钥匙。这贾氏的算盘珠子都快打到他脸上了。圆圆，你这是说气话了。不管如何呀，你在我心中都是顶好的，也是最合格的宗妇。什么最适合的宗妇啊？最适合的宗妇如今要被下堂为妾了。这京城之中有头有脸的人家都是主母当家，若是婆母想让我管家，那这妾室我是万万不会做的。圆圆，伯府贵妾身份高贵，比那些小门小户的正妻也要强上许多。可贵妾也是妾呀。圆圆，你实在是有些冥顽不灵了。贾氏给宋兰山递了个眼神。嫂子啊，等冷氏进门，你就多了一个姐妹啊，到时候就有2个嫂子同时对我好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
嫂子，你向来对我好，难道你不想我更好吗？嫂子，你就同意吗？我往日确实太过纵容你，所以才纵得你如此忘恩负义。你罢了，圆圆对你哥哥有心，任天下何样的女人得知这样的消息都会心底不舒服的。你呀，就别在你嫂子面前耍性子了。爹娘，我不为妾。若爹娘执意要娶丞相千金进门，还请让怀木写和离书给我，媳妇先告退。话毕，江元燕转身离开。看来这一年是我们家太给他脸面了，纵得他无法无天，弄不清自己的地位。哼，嫡贱门户的商女，我当初就说过不能娶进门。行了，别跟他怄气了。穆怀要娶新嫂子过门，他不过是一时想不开罢了。待他想开了，保管会像从前一样，咱们要什么他便给你什么。娘，这事都怨你，就不该把管家权给他。你看把他做成什么样子了，连我这个小姑子都不放在眼里呢。娘，要不你把管家权给我呗？你一个小丫头还想管家？我哪小了？母亲偏心，江妍妍也不过比我大3岁，怎么她行我不行？她不一样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找苏木去。哼！蓝山想要管家，你把管家权给蓝山便是。伯爷，府上的事儿我会安排好的，你就别操心了。罢了，他也懒得管这些琐碎小事儿。安定伯刚走，宋慕怀就正好给贾氏来请安。江氏他不愿为妾。商贾之流，万事以利为先，他自然是不愿同意的。哼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贾氏拿出和庚帖，我与你父亲去云台寺合过八字儿，你与双娥的八字实在是妙，这日后啊必会成为一对佳偶。罢了，能娶双娥进门就行。至于江氏嘛，他要和离，便放他走吧。哼，怎么他向你也提了和离？她不过就是个商户之女，能做我安定伯府的贵妾，已经是抬举她了。这事儿说到底也是自己负了她。不过这若是她和离走了，岂不是会带走所有的嫁妆？娘，我朝嫁妆素来都随女子。再说了，她的嫁妆能有多少啊？要带走便随她带走吧。那怎么能行呀？她若是带走了嫁妆，那你拿什么来娶冷双娥进门啊？哎呀娘，您怎么越说越离谱了？我娶双娥进门，自然用的是伯府的钱呀，怎么会用到江氏的嫁妆呢？你呀，别看咱们伯府表面风光，实际这些年，你父亲的官职呢，仅有3品。你祖母从前是侯府的嫡女，那吃穿用度各个精细。你妹妹自小教养在你祖母旁边，也养成了个掐尖要强的性子。还有你二弟穆青，如今在兵马司不过是个小小的吏目，也需银子打点1、2，否则何时才能熬出头啊？你这从前呢，还有个一官半职的，也算是有些进账。可自从怪病缠身，还别说是做官了，每日的请医问诊买药进补，那银子啊就跟流水一般。长此以往，金山银山也不够用呀。母亲，都是儿子不孝，不是还有水田庄子和几间铺子吗？哎，那些呀，不过是些小收益罢了。你不知道啊，这江元燕手里酒坊和药铺那才是金疙瘩呢。他是个会盘算的，前些个时日又开了一间医馆，所以穆怀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伯府。可他不愿做妾呀。哼，我有法子，可让他心甘情愿留在府中为妾。这世间的女子呀，大多都是耳根子软的，你多给她说些好听的话。你想想，她嫁过来1年都细心照顾你，这心里啊，若没有你，又怎会如此有心？穆怀，你真舍得放一个心里有你的女人走？母亲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穆怀啊，娘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，一点就通。与贾氏聊完天后，宋穆怀去了流云阁。月夜，莫要累着自己啊，为父来帮你一起吧。不用了，都已经做好了。刘芳、依兰，把这些发下去啊。对了，今日过节，咱们院子里顺道每人发1两银子。是。刘芳和依兰拿着香囊离开，难怪母亲不愿江元燕离开。再说，撇开钱财不说，江元燕长得也是明艳动人。往常这个时候，你都会送药膳到我那儿，为何这几日不送了？药膳是给人吃的，喂狗不划算。元燕，你又在说气话了。
江云燕不动声色地盯着他，企图从他的神情里看出什么。为何这般看为父呢？是不是还对我有气啊？若是有气，发泄出来便成，要为你打我。夫君说笑了，女子出嫁从夫，又岂能对夫君动手？舍不得打我呀，为父知道你心中还是有我的。哎，从前怎么不觉得宋慕怀这般油腻啊？原燕，双娥她毕竟与我有青梅竹马之情，将她娶回来后，我有贤妻美妾，人生快哉，也必会对你好的。我其实很好奇啊，在夫君的心中，到底什么是贤？我只知道，一个人若是贤明，又怎么会去抢别人的夫君？双娥她在京中素来便有美名，你出身商贾，自然不懂这世间情谊最为珍贵。宋慕怀认为冷双娥是为了青梅竹马的情谊非他不嫁，这样看来，宋慕怀不知道冷双娥重生一世。夫君，你的意思是认为我不懂情谊了？难道你忘了，夫君卧病在床这一年都是我在照顾你啊？妻子照顾丈夫，不是你分内之事吗？如今你倒好，将原本就该你做的事说得仿佛恩情一般，如此谢恩以报，实属不该呀。并非我将此当作恩情，只是若没有我，只怕夫君你命不久矣。一派胡言！江元燕，我说过了，不许你再提冲喜一事，你简直冥顽不灵。天色已晚，你请回吧。往常这时，若是江元燕送客，宋慕怀也不会强留。可今日，元燕，我们成亲1年了，也该同房了。请夫君自重，你这般做法，可对得起冷家小姐？你与我早就成亲了，双娥她又岂会计较这些？夫君今晚留在我这，是想着肉偿还债？若真是这样，那夫君岂不是连轻劳的女子都不如？你说什么？看看，里面是我成亲1年以来贴补伯府的各项开支，一共是8000两银子。夫君，你不会是想着睡一觉就可以抵债吧？若夫君真是这般想，那你这价格可比京中最贵的花魁还要高一些。至于值不值嘛？什么？你不过是8000两银子罢了，你等着，这些银子我会还给你的。江妍妍冷眼看着宋慕怀离开。小姐，您方才那般气姑爷，一兰，他已经不是你姑爷了。哎呀，小姐，可你们毕竟还有夫妻的名头，只要事情还没有走到和离那一步，就都还有回转的余地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一兰，我要去了。既然小姐决定了，他就听小姐的。数日清晨，小姐，大小姐和大姑爷一起过来了。姐姐怎么过来了？江婉萍见到妹妹，还未说上什么，倒是先红了眼。哎，姐姐，你这做什么呀？莫非是即将做娘亲，高兴坏了？江婉萍瞪了妹妹一眼。你还在打趣我？亏我这几日想起你的事，怎么也睡不好觉。你们都知道了。那日汝南侯府将108台聘礼从丞相府抬出来，动静太大，我们就是想不知道也难了。小妹，若不是我们听说了，此事你还想瞒我们多久啊？姐夫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傻丫头，这又不是你的错，都怪那个丞相千金，是他非要横插一杠的。姐姐，我的事情爹娘知道吗？我担心他们的身体。好在爹出海未归，我已经吩咐府中下人，不许在母亲面前提及此事。多谢姐夫。一家人这么客气做什么？圆圆，你现在可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姐夫，麻烦你去族中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，由他们来主持。我想和宋慕怀和离。圆圆，女子和离只怕不易啊。姐姐，我这几日好好的想过，我从未做错过什么，也对得起安定伯府的每一个人。可是他们要迎娶新人进门，便欺为妾，把我的尊严践踏在脚下。我都没做错什么，他们尚且如此。要是我日后做错了什么，只怕是毫无退路可言。人家都说女人必须依附男人才能活下去，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好的。她这么好的妹妹，为安定伯府付出那么多，为什么就落不到一个好呢？婉萍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长久来看，也许和离并非坏事。小妹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姐夫都支持你。她是真幸运，能早些认清楚渣男的面孔，还有家人接纳她。可3日后，依兰脚步匆忙地跑进屋子。小姐，大姑爷被人打瘸了腿。什么？什么人打了他？出了什么事？
方才大小姐身边的丫鬟男儿带来消息，她说大姑爷在去请族长的路上被一伙人打了，那些人专攻他的左腿，还说什么？还说大姑爷多管闲事，说宁拆一座庙也不该毁一桩姻。江元燕面色一沉。不仅如此，男儿还说最近咱们江府城东的几家酒楼总被官府的查办，好在咱们平日里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只是官府查得太严了，大小姐便将几家酒楼歇业了。安定伯府仗势欺人，这是在给他和江家敲警钟。小姐，夫人身边的傅妈妈过来了。刘芳，让她进来。少夫人，夫人说了，日后不管如何，您在侯府的地位依旧尊贵，这管家的对牌也只有您才有资格掌管。傅妈妈，请拿走，这管家对牌我不要。少夫人，老身也是伯府的老人了，说句倚老卖老的话，一个女人若是闹得太过，只会惹得众人厌烦，最后恐怕也只有下堂的后果呀。傅妈妈，我姐夫的事情你可知道？这老奴不知。哼，看来傅妈妈是知道的，不然为何我一提我姐夫，您什么都不问就急着否认？少夫人，您还是收下这对牌，否则少夫人的姐夫丢的可不就是一条腿了。正好下个月老夫人大寿，夫人吩咐您从宫中支取1万两银子，好好的操办一番。你们欺人太甚！你们不仅要贬妻为妾，还打着宫中的名义要钱，宫中分明是一个子都没有了，1万两，你们想得倒好！你们就是想让我们小姐掏银子贴钱，仗势欺人，臭不要脸！放肆！老身是夫人身边的人，过来代表的是夫人的脸面。刘芳姑娘辱骂老身，便是辱骂夫人，以下犯上，按伯府规矩，张嘴20。傅妈妈，这管家对牌我收了，刘芳到底是我的丫鬟，她便留给我来收拾，好吗？那1万两银子，1万两毕竟不是小数目，待我想法子筹到之后，再给婆母送过去。既如此，老身便回去复命了。小姐，都怪奴婢一时冲动，否则你也不用收下这管家对牌。小姐对不起。你个傻丫头，就算你不骂他，他也会想另外的法子让我收下管家对牌，骂了反倒让我解解气呢。他们伤了大姑爷，这般欺负我们，我不只想骂他们，我还想将他们狠狠打上一顿。那小姐，这1万两真的要给夫人吗？自然不能，从今往后我不会贴补伯府1分钱。刘芳，你去回男儿的话，让姐夫在家里好好的养伤，姐姐也不要为我的事情担忧了。和离一事我会另想法子。小姐，奴婢知道了，奴婢这就去。啊，刘芳，再等等，我抓一些治腿伤的药，让男儿一起带过去。依兰，把香囊带上，我们该去看看三妹了。小姐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你自己看看，这件缕丝百花缠枝窄裙是本小姐最喜欢的衣裳，你敢把它打湿，害得本小姐今日穿不成，本小姐不打死你才怪。哎，三妹，江元燕抬手阻止了宋兰山的动作。你这丫头笨手笨脚的，罚你今日不许吃饭，还不下去？那小丫鬟从地上爬起来，吓得一张小脸都苍白。哼，大嫂怎么过来了？大嫂过来看看你。我这院子里有什么好看的？论起奢华，也比不上你流云阁半分。他看见江元燕就觉得讨厌，讨厌她明明只是商户之女，可通身的气派却比自己这个伯府嫡女还要强。三妹，看你说的，我那屋子的东西大多是我的陪嫁，还有宫中……脸色还带着一丝懊恼，一副不小心失言的样子。嫂子，还有宫中什么呀？啊，没有什么。嫂子不会是用宫中的钱贴补自己吧？没有的事情你不要多想啊。兰莎，你不是说想要香囊吗？正好昨天院子下人们一人分了一个，哎，还剩一个给你了。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啊。说罢，江元燕带着依兰飞快地离开。好你个江元燕，居然敢私自动用宫中的钱贴补自己！祖母，那个江氏他私吞宫中的钱，这管家对牌不能给他呀。江氏竟然如此大胆，来人，去将夫人请来，我倒是要问问她是如何管教儿媳妇的。祖母，此事不能问母亲。为何呀？祖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母亲她素来偏心大哥，所以才将管家对牌交给大嫂。但是不问你母亲，那任由着江氏贪宫中的钱财，那可不行啊。自然是不行。祖母，不如让孙女儿来管家吧。
你说你管家？蓝山呐，你才13岁，你行吗？怎么就不行啦？祖母，您下个月就60大寿了，孙女管家定然会把您的寿宴办得风风光光。蓝山呐，你呀，比你母亲孝顺多了。若是不让江氏管家，那管家对牌就会落在贾氏手上。以贾氏那抠搜性子，如何能办得好自己60大寿呢？行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祖母，还是你好。翌日，众人去向老夫人请安。以往宋慕怀都是陪伴着江媛媛身边，同她一起。今日不仅离江媛媛远远的，连个眼角风都没有给她。看来是那日给宋慕怀的侮辱太重，宋慕怀这气儿啊，怕是一时半会儿难消了。这样也好，这段时间宋慕怀是不会来找他，他倒是落个清静。媛媛啊，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呀，可是昨夜没睡好呀。多谢祖母关心，我睡得很好。嫂子啊，你可真是心大，大哥哥都要娶新嫂子了，你还睡得着呢？蓝山，这丫头莫要胡说。媛媛，你也莫要和你妹子一般见识。老夫人，我不会的。我就知道啊，你是个大度的孩子。媛媛呐，蓝山呐是被我惯坏的，性子有些急躁，不如趁着这个机会磨磨他的性子，让他来管家，你看如何呀？江媛媛轻扯嘴角，母亲，这蓝山还是个小孩子，他如何管得了家呀？这家呀，还得交给袁燕管才是。就是因为蓝山小，所以才需要锻炼。蓝山说你偏心，我从前不觉得，可如今看来确有其事。老夫人，既然妹妹想管家，就让她历练一二吧。所幸母亲和我都在，若是有不懂的地方，妹妹问我们便是了。媛媛，你这才是好样的，亏你还是婆母，都没有你儿媳妇大度。贾氏张了张嘴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实在说不出伯父亏空已久，已经到了要靠江媛媛贴补嫁妆的地步啊。几个人一合一唱之间，江媛媛将管家对牌交给了宋蓝山。罢了，先让蓝山管上几天，遇到难处，蓝山自然会服软。母亲啊，慕怀和双娥的日子啊，大师已经算出来了，就在8月初8。那便是3个月之后啊。8月桂花满城，倒是个不错的时节。看来呀，是一桩难得的喜事儿。贾氏，双娥是丞相千金，嫁进伯府是伯府的荣光，你切记不可怠慢。慕怀这次的婚事，你这个做婆母的必然要拿出10分的心思才行。儿媳知道了。他记得自己刚入府的时候，宋老夫人时常头风发作，他为宋夫人连着久过几个月的爱注，宋老夫人头风便很少发作了。本以为自己如此用心，对方怎么也会开口为自己说上一句公道话。大嫂，这管家对牌交给我，宫中的账我自然是要对清楚的。我是第一个呀，便是要去大嫂你的屋子查看，大嫂不会介意吧？自然不会，不过既然要清点，还请三妹做到一视同仁便好。宋蓝山迫不及待地拿着管家对牌去库房查账。蓝山呀，你不过是管家了几天，便惹得底下奴仆议论，这管家权呢，还是交还给你大嫂吧。娘，我才管家几天，你就那么迫不及待让我交出管家权，什么意思啊？蓝山，你也看见了，这账上并没有钱。账上没钱是因为有人吞了钱，我一定要将这个人找出来，只要找出这个人，咱们伯府就有钱了。胡闹！你大嫂相比，实在是不懂得管家。从今天起啊，这管家权还给你大嫂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母亲认为我不如大嫂？从小母亲你就和我不亲，眼瞅着我都要及笄了，及笄之后就要说亲呢，可府上呢半点动静都没有。现在伯府账上1分钱都没有，等我成亲的时候，岂不是连个像样的嫁妆都没有了？你大哥病刚好，自然要先为他铺路。你二哥如今官小，也得花银子打点。你及笄也得等2年后了，你着急什么呀？大哥二哥，你就惦记着他们，从小便是如此。因为我是女儿，你就不喜欢我，把我就在祖母那去养着，你还说你不偏心呢。总之，这管家权我是说什么也不会还回去的。如果给2个哥哥铺路，那伯父哪还有留给自己的？现在女儿和他不亲，强行要回管家权，恐怕会伤了母女之情。夫人，三小姐她年轻不懂事，不如先让她磨练一番，说不定到时候啊，也会有自己一番境界，你就别生气了。
贾氏也只能祈求如此。贾氏还惦记着江元燕答应的那1万两银子，还是少夫人懂事。少夫人，前日答应的1万两银子可准备好了？傅妈妈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如今管家权不在我手上。少夫人，你这是想赖账了？傅妈妈，你早就说过，这银子是用来给老夫人做大寿用的。可是现在是3妹管家，那这银子自然不归我拿。傅妈妈一时语塞。刘芳、依兰，好好的招待傅妈妈，切不可怠慢。我有一些乏了，就先去睡会儿。江元燕说完，便起身回了内室。傅妈妈，这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，您尝尝。还有这个，傅妈妈，这是我们泡的海棠花茶，这在外头是喝不到的，你也尝一尝。2个丫头缠着傅妈妈，傅妈妈吃饱喝足，便被打发走了。少夫人倒是好手段啊，夫人这1万两银子怕是难要到了。他答应婆母的事情做不到，这是不敬婆母。傅妈妈，你可要好好教训他。夫人倒也没有不尊重夫人，老奴去了少夫人那儿，少夫人对老奴倒是无比的恭敬。倒是挑不出他的毛病。夫人啊，眼下当家的是3小姐，若是强要那1万两，恐怕与少夫人会撕破脸面呢。罢了，等蓝山那死丫头过了管家这新鲜劲儿，再把管家权要还给江氏。到时候他就是不想拿这银子，也得拿出来了。傅妈妈张张嘴，到底还是没说什么。你去将穆怀叫来。是。苏穆怀一天都在外头，等他回伯府时，夜色已晚。穆怀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双娥惦记着儿子，便与他多待了会儿。丞相千金又如何，还不是上赶着嫁给自己儿子啊？穆怀啊，你这婚事，伯府怕是拿不出钱了。如今伯府的情况，苏穆怀也有所了解。将母亲为难了，是儿子不想。上次我让你哄江氏，你可以哄好他。他手里有钱，只要他手指松动一下，你这婚礼便可以办得风光。母亲这一个哄字，又一次提醒江元燕把她比作青楼女子一事啊。儿子已经好几日没去他院子了。难怪了，最近找他要1万两，他都不愿意给。原是你这小子冷落了他。江氏的性子，儿子实在不喜。不过母亲也不用担心，儿子在外结交广泛，且他们都是富家子弟，只要我开口，他们必然愿意伸手相助。贾氏张张嘴想说什么，可转念一想，这也不失为一个法子，他点头同意了。苏穆怀第2日便约了3、5好友，在京城最大的酒楼聚上。实在是我去年生的那场大病，花费银子太多了，否则也不会贸然向各位开口啊。这个穆怀，谁不知道你老丈人是京中富商，你找咱们借钱，我看你是拿咱们开涮吧。桌上几个人眼神交汇，目光中是心照不宣的戏谑。各位都是宋某的好友，如若不然，宋某也不会贸然开口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与双娥是从小青梅竹马的情谊，她如今只愿嫁我，宋某自然不能薄待了她，只得将她娶回去了。这娶亲就得花钱，所以才找各位开口啊。穆怀，你去年为了冲喜娶了妻，今年又娶，那去年的江氏怎么办呢？待双娥入门后，江氏便是我府中贵妾。那你就不怕这冲喜不灵了？这冲喜一说，实在是无稽之谈嘛。宋某能活过来，全是因为我命大。安定伯府和汝南侯府为了这一门亲事，怕是已经结下梁子了。他们若是借钱给宋穆怀，岂不是得罪了汝南侯府那头？各位放心，只需你们每人借支5000两银子，1年后我必会还给你们。穆怀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实在是家里管得严，我手上的银子也不多，也就500两左右，先给你应应急吧。我比陈兄更惨，前阵家里出事儿，用钱的地方多，我身上是连1个子都没有啊，抱歉啊。除了陈思璇拿出500两之外，其他的人都是分文未借。酒席散了之后，宋兄，这钱就当作是兄弟我给你的，不过我有一句话都是当讲不当讲。陈兄请讲。若是这门亲事结下了，只怕会得罪汝南侯府那一头啊。多谢陈兄提醒，只是自古情深难复啊。冷霜娥若不嫁我，便闹着绝食，到时候只怕连命都没了。想必汝南侯府断然也不会看着一个弱女子陷入到如此绝境吧。在下先告辞了。陈学思点到为止，摇摇折扇，大步离开了酒楼。宋穆怀带着仅有的500两铩羽而归，面带沮丧。
怎么样，碰壁了吧？苏沐怀沉默不语。你找别人借就不如找江氏，反正他手里有钱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开口找一个女人借钱呢？再说了，贬妻为妾，到底是我亏欠了他，我开不了口啊。你傻呀，你们本来就是夫妻，他的便是你的，哪有什么借不借的？再说了，有什么亏欠他的呀？等冷双娥进门了，咱们仍然好吃好喝的养着江媛媛。不妥，江氏到底照顾了儿子一场，母亲，儿子想着双娥对我一片真心，若我聘礼少些，想必她也是愿意嫁给我的。他这个儿子就是死脑筋。转念一想，儿子说的也有道理。我儿英俊潇洒，双娥心中有你，若你朝他开口，想必他会同意。于是宋沐怀又约了冷双娥见面。沐怀，哎呀，我们昨日才见过，今日又见，可是想我了？还是冷双娥这样的女人好呀。双娥，我确实想你，不过更多的是想我们的未来。我们的未来？8月初8我便嫁过去了，还有3个月不到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是的，我就是这么着急。那你府里那位呢？难道他就不能为你排忧解闷？哼，他如何与你相比啊？冷双娥一听，笑得更娇媚了。他长得实在是耀眼，本以为你们夫妻恩爱，没成想你的心还是记在我身上。前世不过是自己不小心让江媛媛抢占了先机，我与他不过是一场意外罢了。双儿，我是一心为我们将来考虑的，所以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征得你的同意。什么事啊？沐怀，尽管说来听听。就是府上为了救我用了不少银子，如今府中银子所剩不多，所以你的聘礼上得亏待些了。什么？伯府怎么会没钱呢？之前江媛媛出门身上穿的月影纱薄如蝉髻，一匹便值1000金啊！对了，还有她那套8宝璎珞头面，价值更是不菲啊！那都是她自己的嫁妆。自个儿的嫁妆？对，她是商户之女，父亲又是京中有名的富商，所以吃穿用度上格外好一些。原本看着江媛媛那一身出众的打扮，冷双娥还以为是伯府勋贵呢，心中还期盼着她要是嫁过去，不仅仅是将来的皇后之位，还有江媛媛那些华服头面就全是自己的了。自己减少聘礼，确实显得不太有诚意。双儿，你若是不愿意也无妨，我再另想法子。哎呀，沐怀，我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觉得你为了我们俩的将来操心太多，你这样太累了，我心疼你啊。他就知道冷双娥对他是好的呀。我有一个法子，可让你不必如此操劳。哦，什么法子？既然你要借银子，不如就先找江媛媛借，反正她钱多，不是吗？宋沐怀面色复杂。是呀，又不是借了不还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我就去告知我爹，我什么聘礼都不要，就只要你这个人。反正只要嫁给宋沐怀，那将来她都是要做皇后的呀。双儿，你是丞相千金，又怎能不要聘礼呢？否则这事情传出去，只怕这全京城都要骂我不知好歹了。沐怀，以我俩的身份地位，到成亲那时，咱们的聘礼和嫁妆这些，全京城的人都会关注。你若实在拿不出手，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呀？双儿，为了你，我才愿意向江氏开口借银子。沐怀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这两人又温存了一会儿，才走出了小酒馆。在酒馆的角落，有一白衣少年安静地坐着，只等到宋沐怀、冷双娥走远，他这才抬起头，露出一张平平无奇的普通面孔。哼，小姐，奴婢看他们两个人举止亲密，分明就不是第一次幽会，简直是无耻。刘芳，别难过，有些人不知道。这话是劝慰刘芳，也是告诫自己。掌柜的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。客官，我这酒馆做生意靠的就是信誉2个字，这才做的酒吗？您若是想知道些什么，本掌柜是一概不知的。江媛媛放了5锭金子在桌上，酒馆掌柜不由瞪大了眼睛。江媛媛又加了1锭金。哎呀，客官，您是不是想知道方才走的那一对男女？您想知道，我什么都告诉您。他们呀，每隔几天就会来一次，每次一来就能待上个1、2个时辰，有好几次咱家的小二进去添茶，那个腻歪劲儿啊！哎，打住！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些。那贵客是想……掌柜的，方才我在这坐了1个时辰，
管你这酒馆生意一般，酒水也差些味道，这1个时辰进账不过才半两银子不到。以此推算，你每日就算是开门6个时辰，进账也不会超过5、6两。刨去酒馆的租金、人工还有进货的支出，每个月顶多赚上10两银子吧。这是6定金，买下你这酒馆绰绰有余。这好厉害的主，不过是才来了1个时辰，便将他经营大半生的酒馆说得8九不离10。那可是6定金呐，他就是在手上半辈子也挣不到。小姐，其实这儿地处偏僻，您没有必要为了那对狗男女花钱把这盘下来。不，我不是因为他们才盘下这，不过今日他们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这个地方合适优惠，倒不如把它买下来，酒馆改为酒楼，把房间布局得更加隐蔽一些，这样可以方便京城那些达官贵人们做些不想让人察觉的事情，抓奸都能抓出个生意来。江元燕从后门回到伯府，她特意换过妆，再加上这段时间她不用管家，因此无人发现她出去了。夫君这么晚过来，可是有事？是有一事，你能否借我2万银子啊？前几日贾氏找他要1万，今日宋慕怀又找他借2万，他们是真把自己当钱庄了，想要多少有多少啊！夫君，抱歉啊，最近我新开了医馆，投了不少的银子进去，如今手头上也紧，要不过几日就会有银子可以给夫君。宋慕怀原本想了一堆的说辞，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还没有找好理由，江元燕便同意了。元燕，你真好，这银子就算是我借你的，等有了钱，我第一时间还你啊！你放心。哦对，我先写下欠条。自己到底和母亲不同，自己是堂堂7尺男儿，绝不会做出私吞女人银子的事情。夫君，你我之间不必算得如此清楚，只是上次那8000两，我之所以上次那么着急问你要银子，全是因为新开的医铺暂且毫无名气，来的病人也不多，周转不开，我心里实在是着急。元燕，你放心，那8000两我也会还给你的。真的吗？那夫君准备怎么还？我不如就按夫君刚才所说，写欠条给我，如何？宋慕怀二话不说，便将欠条写好。未写心成，他还按下了手印，又搓上自己的章印。元燕，我决定了，日后伯府的长子由你来生。江元燕有片刻的错愕，随即很快反应过来，宋慕怀这是何意？可是夫君，若是我先生下长子，只怕冷小姐她不会同意。放心吧，双儿她识大体，你本就先嫁给我，先生下孩子也是应该的呀。可是3个月后冷小姐就要入门，若那个时候我有了，岂不是要给你们新婚一耳添堵？慕怀，我不愿意让你们为了我争吵，不要。元燕，是为父对不住你。啊，夫君啊，夜都深了，你身体才恢复没多久，早些回去休息哈。可江元燕没有耐心听宋慕怀那些自我感动的话，所以在江元燕的规劝之下，宋慕怀有些不舍得离开。小姐，你方才对姑爷那么好，是不是回心转意了？你说呢？奴婢不知，奴婢只知道姑爷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小姐要钱，实在是不应该，小姐也不应该给，我又没说把我的钱给他。小姐，那你的意思是？几天后，伯府自会有一笔钱到账。江元燕表情平淡地望着窗外的月色。既然苏慕怀要用钱，让他用伯府的钱呗。至于我那8000两，他写下欠条就必须要还。有这欠条在，只要咱们告到官府，就不怕他赖账。所以小姐今晚这般温柔对他，不过是为了哄到欠条罢了。他一路陪小姐过来，知道小姐此时是下定决心要离开伯府。刘芳此时才恍然大悟。对了，今日府上可有什么事情发生？那日将宋慕怀气成那样，也未见宋慕怀送和离书过来，伯府只怕是没有那么快会放他离开，所以还得自己盘算着如何利落的脱身。小姐，府中无事，就是三小姐不安生，府里上上下下的查着呢，恨不得将整个伯府翻个底朝天，只盼着能翻出些银钱来。那他查出什么没？没有。既然他找不到，那咱们就帮他一把。又过了几日，府中各院子他几乎搜遍了，可什么收获都没有。宋兰山不由有几分气馁，正欲放弃，却见到一个老婆子偷偷摸摸的往后山去。宋兰山立刻递了一个眼神给玉珠，玉珠心领神会就跟了上去。假山洞穴阴暗，隐约看见那婆子在洞里埋着什么。玉珠正要一探究竟，对方像是察觉到什么，拔腿就跑。站住！玉珠忙喝住对方。宋兰山听到动静，忙使唤着身边的丫鬟婆子追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几个婆子将那个老婆子给钳制住。你是哪个院子的？跑什么呀？
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你看见我便跑，必定是做了亏心事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没有？玉珠，搜身，再去看看他刚刚在假山那到底在做什么。玉珠很快便在老婆子埋东西的地方翻到了一颗榆木大小的珍珠。好你个狗奴才，胆大包天，你胆敢偷伯父的东西？没有，这东西啊不是偷的，是老奴捡的。老奴啊是工坊的，这平日里便在各房之间走动的勤些。今日收马桶时呢，正好就捡了这珍珠。老奴啊也是猪油蒙心，这便想着偷偷藏起来。自己把整个伯府都翻遍了也没找到，如今倒是落到一收马桶的工奴那儿了。你说这是捡的？你在哪捡的？在夫人的院子里。什么？母亲的院子里？难怪母亲一直不同意他管家，想来母亲早就把钱财给藏好，就是为了日后给2个哥哥呀。来人，把他身上的珍珠收起来，顺便将人给我看好了，等我回来再处置他。宋兰山二话不说，带着人马气势冲冲地朝着贾氏的院子而去。小姐，咱们就这么冲进去，会不会不太好呀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她是我母亲，还能吃了我不成？倒是不会吃了你，却会吃了我们这些做下人的。傅妈妈，干什么拦着不让我进去？三小姐，夫人正在休息，吩咐了不让外人打扰。她吩咐的是外人，我可是她的女儿，进去找她又岂会打搅？让开！三小姐，夫人有吩咐，请三小姐不要让老奴难做。傅妈妈的态度如此强势，倒是第一次。既然明着进不去，那她自有其他的法子。既然傅妈妈开口了，我便卖妈妈一个面子。玉珠，咱们走吧。傅妈妈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宋兰山转身离开之后，三小姐，咱们不是回自己院子吗？你这是去哪呀？闭嘴，小声点儿，若是让人听到，我回去就把你的嘴给缝上。玉珠连忙捂住嘴巴。玉珠跟着宋兰山，心底浮出不好的预感，可是她也不敢随意离开。宋兰山踩着玉珠的肩膀翻了墙，这平日院子里值守的那些丫鬟婆子，今日好像都不在。宋兰山猫着身子走到贾氏的屋外。这次为何才送来这么一点儿？宋兰山通过窗户缝偷偷地往里看去，母亲的手里居然有那么多钱啊！夫人，现在黑市上管得太严了，能拿出这么多已经不错了。2万银子放出去，竟只得300两，实在太少了。你以后向上再多加点行息。哎呀，我的夫人啊，300两的行息已经很高了，要是再加一些行息，那些借印子钱的人怕是没有办法偿还。还不了好说呀，那便将借钱的人卖了。他若不值钱，儿子、女儿、妻子、姐妹总有值钱的，送去青楼也值上大几两银子呢。这青楼不要，总有窑子收啊。反正你掂量着办，否则，以后这事儿啊，我找别人办，你也别想捞着好处。见过不少官宦出身的夫人放银子的，如贾氏这般恶毒贪婪，倒是第一次见。夫人聪慧，小的按夫人说的办就是。没错，一共是2万零300两。等多赚些银子，我就能给穆怀娶亲，给穆青官场铺路了。母亲的眼底果然只有2个哥哥。夫人，听闻府上的三小姐也快及笄了，到时候小的为夫人多赚上一些，夫人也可为三小姐备下嫁妆。母亲她会为自己打算的吧？我这个女儿，从小便与我不亲，她是养在老太太那儿的，待她出嫁时，自有老太太为她操心。贾氏原本打算着多让兰山去哄着婆母，也好从老太太那儿哄些银子出来，这样她就不用自掏腰包拿钱出来了。既然母亲对她无情，她又何必留颜面给她呢？可转念一想，仅凭她一个人闯进去，这钱恐怕也是难要的。宋兰山咬咬牙，转头小心翼翼地朝着院外跑去。贾氏隐约听到窗外有人跑动的声音，连忙起身查看，不过他看到的也只是一个匆匆而过的身影。你先把这银子拿走，过些时候我再找你，记住要走后门。是。贾氏不放心，又让傅妈妈相送。那男人抱着钱匣子往外走去，刚走过2道门，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！三小姐，这位是京城珍宝阁的掌柜，是来给夫人送首饰的。怎么就碰上这个小冤家了呢？男子不得入后院，这是府里的规矩，妈妈不会不懂吧？送首饰啊，正好我缺首饰带，想必母亲也不会对我这么吝啬。打开匣子让我挑一下。这使不得叶小姐。这些全是母亲的吩咐，防她这个女儿就像防贼一般呢。驸马不肯开，
看来这匣子里是不能让我知道的东西了。来人，将他给我扣下，拖到祖母那去。哎呦，我的三小姐啊，这事儿怎么能跑到老太太跟前去呢？这不是打搅老太太的清静吗？您若是想要首饰，不如咱们回夫人那儿，让夫人给您挑几套。不用了，他的东西留给他的宝贝好儿子吧。哼！小姐，寿康居那边请您过去一趟。既然夫人有请，那咱们快些过去吧。当真是蓝山将人给扣下来了。是啊，三小姐性子向来刁蛮跋扈，老奴实在是拦不住。这个小畜生当真是个孽障，当初怀他的时候便折磨得我死去活来，生下来也不过是一个女儿，还喜欢处处跟他两个哥哥比较。等贾氏和江元燕赶过去的时候，老夫人那边已经把人给审问完了。从前他管家的时候抠抠搜搜，嫌弃我老太婆用得多，我就说伯父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穷酸了，原来这钱全部给他吞掉了。元燕，你当真是糊涂啊，管家1年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没发现，多亏是你妹妹心细，这才将事情给发现了。祖母恕罪，元燕确实没有三妹心细。看来以后这家不能给你管了，这管家权还是放在你三妹妹这儿，让人放心。不管便不管，反正他的目的也正是如此啊。宋兰山看贾氏匆忙赶到的样子，心头只觉得一阵解恨。母亲，儿媳也是有苦衷的。你当然有苦衷了，你把持整个家里的钱财，这银子你说给谁用就给谁用，整日里在我的面前叫苦叫穷，原来是藏了私啊。今日既然发现了这2万两银子，何该就该还到宫中才对。这银子并非宫中的。什么？不是宫中的？那是哪里来的？是我的嫁妆。确实是他从宫中贪了私藏，只是伯父哪有那么大一笔钱够他贪的呢？其中好大一部分是他自己在外头想办法弄回来的，只是这来路……贾氏，你当真以为我老糊涂了？当初你带了多少嫁妆进府，后来你又贴补你娘家弟弟，这嫁妆你只怕早就用完了。原本以为这事儿老夫人是不知道的，没成想这老东西是一清二楚啊。今日这银票从哪儿来又回到哪儿去？三丫头，你把银票收好，以后这些银子便是宫中的钱。宋兰山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笑。母亲，您不能这么做，里面有一部分钱确实是宫中的，但是也有1万两是我从外面借的呀。借？呵呵，那我便问你，你从哪借的？这位姓张的掌柜啊，他是珍宝阁的掌柜，手里有钱，我娘家素来与他们家有些交情，所以借了些给我啊。什么交情啊？我听人说大白天你院子门窗紧锁，和这位张掌柜孤男寡女在房间里议事，可有此事？母亲，我与他家夫人是表姐妹，所以他才愿意将银子借给我。母亲大可派人去查，千万呢不要听了有心人的胡乱挑拨而误会了。这个死丫头！哼，贾氏，我看你是真的把我当老糊涂了。今天这银票你若是想拿回去也行，我便将张掌柜送到你娘家那儿去，让你娘家人仔细说道说道，你与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。这事情要是捅到娘家，不仅丢人，对自己可是半点好处都没有。儿媳不敢，是儿媳错了，这银子就交还给宫中吧。老夫人这才满意的点点头。贾氏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攒了那么久的钱就那么被婆母拿走，气得脑袋一阵发晕。傅妈妈赶紧扶住她，带回到贾氏的院子。去，将三小姐唤来。夫人啊，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，若是再训斥三小姐，只怕会伤了母女情分啊。哼，她这个臭丫头都不怕我这个做母亲的伤心，我还要顾及她不成？等了许久，宋兰山才姗姗来迟，跪下。宋兰山心不甘情不愿的跪下。你可知道，那银子是母亲攒了许久，这其中一部分是用来给你做嫁妆的，如今全出了宫，可想过以后该如何？是吗？母亲当着张掌柜的面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再说了，宫中的钱也是伯府的钱，我的嫁妆也是从伯府出，如今伯府是我管家，我难道还能亏了自己的嫁妆？既然你偷听到了，那我便告诉你，你两个哥哥前途好了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若是他们没出息，你日后在婆家也抬不起头来。我只知道女子嫁妆少，在婆家才是真正的抬不起头。蠢货，你既然要钱，怎么不找江元燕要？
他有钱，你要多少就能得多少。还有，那管家权你也该还给他，这样他才能心甘情愿补贴伯父。多谢母亲指点，既然我已经知道嫂子有钱，日后自然会想法子让她拿钱出来。至于管家权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孽障，你不放手，以后谁来补贴伯父？女儿自有法子，母亲若无事，我便先回祖母那了。宋兰山说完便站起身离开，贾氏气得眼前一黑，差点都晕过去了。夫人，我要为三姑娘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这个孽障，早知今日，当初生她的时候便将她扔了，好过现在把我气个半死。夫人，莫说这气话，若是三姑娘回头听到了，只怕会影响你们母女情分呐。我就不该一时心软留下她，留下多少隐患呢？哎呦，我的夫人呐，你快别说了，既然钱已经交出去了，不如想想还有什么回转的余地吧。贾氏这边派人将宋慕怀叫过来，傅妈妈去寻人的时候，宋慕怀正好在江媛媛的院子里。夫君，我听闻现在宫中有2万两银子，你要娶冷双娥进门，不是正好差2万吗？爷爷，你是准备将这银子全部给我吗？夫君，你怕是有所不知，现在不是我管家了，老夫人嫌我糊涂，已经把管家权收回给三妹去了。不管是谁管家，宋慕怀是府里的长子长孙，府中有钱自然是要紧着他第一个用啊。慕怀，你不会认为这银子都是用来给你娶亲的吧？难道不是吗？恕我直言，恐怕你的想法要落空了。夫君，你不知道这银子的来路，是母亲从宫中贪来的，如今是被三妹发现，宫中才会多来2万两银子。什么？母亲竟然贪了宫中的钱？对啊，不仅如此，三妹还说了，这银子要给老夫人好好的办60大寿。以老夫人手脚大方的性子，只怕办完大寿之后，银子就所剩无几了。不行，月夜，你可有什么法子将这银子要过来？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法子，不过我想这银子最好是放在一个靠谱的人的手里啊，还得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向祖母讨要。正当理由？我不正好借了你8千两吗？那写给你的借条便是再好不过的理由了。我想了一下，老夫人要办大寿，全部要回来，她自然是不肯的。可要8千两，确实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等要回来银子，便将银子放到你这儿，我也是放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全听夫君的安排。慕怀啊，你妹妹糊涂，将我的提气枪给拿走了。你现在呀，就去老夫人那里，想想办法，将这银子给我要回来。母亲，前些时候我问你有没有钱，你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？当时啊，那钱还在外面放印子，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回来。如果母亲早些将这笔钱拿出来，现在也不会全部落到祖母手中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不过是想着你能在外面借些银子回来，也可以多些周转，哪里就想到这后面就这些事情呢？母亲做这些呀，也全都是为了你。可最终结果呢？为了钱，种种没脸的事儿全部都做完了。这一次啊，全是你三妹害。慕怀，你不要怪母亲，要怪就怪你三妹，她刁蛮任性，又蠢又糊涂，这才将这笔钱给捅了出来。慕怀，老夫人还是疼你的。总之啊，你听我一句，现在呢就去老夫人那里将银子要回来。母亲能想到的，我都已经想到了。我现在就去祖母那儿，只希望祖母能够爽快点，多给些钱出来。祖母，孙儿给祖母请安。是你那好母亲让你过来的吧？祖母说的哪里话呀？孙儿几日没见祖母了，甚是挂念，便过来看看祖母，与母亲无关。慕怀，祖母问你，你母亲从宫中贪藏了2万两银子，此事你知不知道？孙儿不知啊。祖母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打听。孙儿前几日都在外面借银子，想靠着借银子将双娥娶进府呢。若是孙儿知道有这2万两，又怎会拉下脸去求人呢？你母亲做下了糊涂事儿，这害得你一个堂堂小伯爷在外头拉下脸面借钱。好在祖母察觉到此事。祖母，我娶亲一事必须得用银子，还请祖母拿些银产出来，日后孙儿定会好好孝敬祖母。兰山，拿3000两银票出来给你哥哥。宋兰山哼了一声，有些不情愿的去拿银票。祖母，3000两吗？上次你娶江氏，
不过也只花了3000两，这3000两够你再娶上一回了。祖母，取江氏时处处从简，双娥也是丞相千金，不能与江氏相比的，3000两怕是不够啊。那你要多少？以双娥丞相千金的地位，须得2万两。什么2万两？宋兰山拿银票的手也停下来。大哥哥好大的口气，这宫中好不容易多出2万两银子，大哥哥竟然全部都要去。你可知道祖母下个月60大寿了？你将银子全部要过去，这寿宴拿什么办？兰山，我与祖母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啊？哼，大哥哥方才还口口声声说要孝顺祖母，转头就把银子要了过去。妹妹我啊，不过是看不过眼。从前他只觉得自己这个妹妹有些任性，可今日啊，真是觉得这丫头实在是蠢笨。唉，祖母，兰山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伯府未来考虑啊。祖母、三妹，你们想想，待双娥进门后，我便有了丞相岳丈做靠山，我们伯府有了这层姻亲关系，别说我父亲的前程了，就算是我和二弟的前程都能更上一层。这些小辈们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慕怀呀，你若真为伯府着想，就该下个月风光办我的60大寿。毕竟若是祖母的寿宴办得太寒酸，丢的是伯府的脸面。还有双娥，她不是毁了和侯府的亲事来嫁你的吗？她如此有决心，想必少些聘礼也无妨。可双娥说过呀，我与她的亲事，想必京中有不少眼睛盯着呢。这有什么？聘礼都是用箱子装的，到时候买些充门面的，多放几个箱子，也看不出什么来。祖母，这怎么可以啊？行了，慕怀啊，3000两够了。你该知道，你之前生了怪病，伯父在你头上用了多少银子呀？如今你也该懂点事才行。宋慕怀脊背一僵，想要说出口的话，最终是吞了回去。我乏了，都回吧。祖母，等下，慕怀还有一事。还有什么事儿呀？江氏嫁进伯府1年了，这1年里，她一共贴补了伯府8000两啊，账本就在这里。请伯母看在她如此用心对待伯府的份上，将这8000两银子还给江氏。8000两不是个小数目，慕怀，这是真的？宫中的账单上也一笔笔记着呢，这事儿假不了。祖母若是不信，可以让三妹妹查账啊。祖母，确有此事。不过江氏是大哥哥的妻子，他的钱不就是大哥哥的钱吗？用在我们伯府也是合情合理的，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啊？兰山，这种占用女人嫁妆的事情，但凡有品位的男人都做不出来啊，更何况现在是我有愧于他呀。这有什么？这女人就是男人的私产。大哥哥，你真是没本事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江元夜所有的钱都会是我的，根本就不会把主意打到宫中的钱这来。哼，兰山，我还要脸呢。慕怀，你妹妹说的有道理呀。祖母，不可呀，孙儿已经写了借条给江氏，这银子必须要给他呀，如若不然，江氏他去官府告孙儿，到时候整个伯府都跟着丢脸呢。哼，他敢？他真有这样大的胆子？孙儿恳求祖母，不要拿孙儿的前程冒险啊。老夫人还想说什么？祖母，银子没了还能挣，可若孙儿前程没了，我又如何能娶双娥呀？丞相那头若是问责，影响的是整个伯府。唉，罢了，这8000两你拿去给江氏。多谢祖母。慕怀呀，你与江氏还未圆房吧？宋慕怀面上一怔，一个男人只有占了女人的身体，才能让他彻底的对自己死心塌地。他若心中有你，自然不会对你斤斤计较的。啊，孙儿知道了。